白宫宣布，美国海军仍将继续在台湾海峡过境。对此，我们非常淡定，因为这样的活动搞多了，只会成为解放军演训时的模拟靶标。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台海军事危机之后，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表示，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台湾海峡过境，并且继续推进所谓的自由航行。科林称，即使中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现状，我们的政策是维持现状。预计美国海军未来几天将在该地区开展一些自由航行活动。他还较号称，我要说的是，我们不会上钩，也不会奏效，所以这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参与其中。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军队正继续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演训，台湾岛附近有近13艘中国军舰，逼近飞行的战斗机有40架次。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海军主力是里根号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蒂利波利号，他们有可能成为引发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因素。这两艘船目前都位于菲律宾海。这两天有人造谣称美国航母会通过台海，也有报道称美国军舰还会通过台海。其实美国国防部从来没有说过他的航母现在要通过台海，但是美国军舰可能在解放军结束台海军事演训后通过该地区。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美军的这种挑衅性行为呢？首先，中美两国在中国的家门口进行的军事较量不是1天2天就能结束的。美国军舰按国际法的规定无害通过台海，迟早会发生。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对美国来说，派军舰通过台海，表面上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在为台独分子打气。对此呢，我们必须严密监视。如果这些舰船发生了违规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严管。虽然中国方面不会违反国际法，搞什么击沉美舰这样的行动，但解放军的飞机和军舰肯定会采取监控和跟踪措施，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其次，不会因为美军的行动而影响台海新常态。台海新常态指的是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军事态势，也就是解放军全面突破所谓的台海中线，解放军的军舰、飞机都可以开进台湾岛12海里的范围内。这种态势必然会变成一种常态。美国可以继续搞它的自由航行，解放军也可以继续实施对台湾实施压迫性的军事演训，看谁更紧张。最后，美国正在利用解放军台海演训的机会抹黑中国，我们必须做好打舆论战的准备。而从这次演训的情况看，中国的舆论战打得相当不错，16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美国把现在的台海军事危机说成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从本质上讲就是在维持佩洛西窜访的权利。所以发动更多的国家支持中国的台海政策，以美军的舰机继续保持斗争，都将是一种常态。总体而言，我们未来对台军事行动应该是常态化的，而且不需要理会美国军舰在干什么。对于美国军舰可能的挑衅性穿越台海的活动，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把它当成靶舰来用，或者是将其作为嘲笑的对象。毕竟破破烂烂、浑身生锈的美国军舰，与中国新锐军舰比起来，已经没有任何威风可言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